Hello， 大家好，我是米克瑞，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最近看到我的英国朋友瑞门在台北捷运上面被种族歧视言论羞辱的影片，再加上之前昆虫岛江安荣的911影片回复，让我觉得我应该要做一个有关种族歧视的影片。我想很多人在来美国前很大的疑虑就是种族歧视，而我来这边待了3个月了，或许不算长，但是我也可以分享一下我在这边的经验。然后呢，跟台湾的经验做一个比较。基本上我来美国这3个月是没有感受到任何种族歧视的。或许因为我是大学生，所以同学们都比较成熟，高中生可能就比较屁孩，爱霸凌什么的。也或许是因为我在洛杉矶这样一个大都市，所以呢人种本来就很多元，而人们通常也都比较包容以及尊重对方。甚至在我们班上比例最少的人种是白人，绝大多数的人种都是黑人跟拉丁裔。而再来是亚洲人，最后才是白人，所以同学之间感觉基本上是非常尊重对方的种族的。我唯一听过班上同学跟我讲过让我觉得有感觉到种族歧视的话，就是他们说亚洲人都很会画画，亚洲人数学都比较好，跟亚洲人都不太会开车。而这3种言论基本上都带有一点种族刻板印象在里面，而我也都立即的纠正他们。毕竟老姐身边也是有很多开车技术高超或者是画图不太会画的人。单走在街上搭大众交通工具，从来就没有碰过有人对我窃窃私语啊，对我斜眼看啊，更别提就是直接跑来我面前直接跟我对骂的情形。相反的，在台湾基本上我每个礼拜滑脸书都一定会看到一则抱怨公车或者火车上面的阿劳怎样怎样，你怎么知道他们不是来玩的游客？你怎么知道他们不是来这边求学的大学生？我也听过朋友说，身为黑人在台湾碰到有人问他说是不是没有洗澡才这么脏，或是甚至直接用手抓他的爆炸头或是辫子的人。当然白人朋友也是，总被认为生活淫乱、爱开派对，在自己国家混不下去才来台湾混。奇怪，台湾是这么不好吗？一定是在欧美国家混不下去的人才会想要来台湾。我在这边的朋友就说，他所认识会想要来台湾的美国朋友，基本上都是因为憧憬中华文化、憧憬讲中文，以及憧憬我们的历史以及人文背景而来的。然后东南亚人来这就好像我们赏他们恩惠，也常常听到人家说阿劳聚集的地方什么很吵、不安全、古龙水很重、很脏、穿很怂。对原住民呢，就时不时在综艺节目上面开他们口音玩笑。或者是呢，乱穿他们祭典衣服，乱跳他们的舞，商业化他们的丰年祭，这些在美国都可以被视为是非常严重的种族歧视。而在美国的好处是，人基本上讲话都很直接，所以如果你在美国敢这样讲这些人的话，基本上他们是直接会骂你。如果他今天觉得你种族歧视，马上批了你满头包，没有再跟你客气的。很多人喜欢把美国的暴力跟治安问题拿来跟种族歧视一起谈，但我觉得是2个议题。你没有听过美国校园枪击案，然后大家在讨论是不是对于学生歧视吧？因为这是不同的议题，种族歧视归种族歧视，暴力问题归暴力问题。当然，今天这个人在拿枪扫射黑人或亚洲人的时候，他本身心里一定有种族歧视，但你不能因为有暴力行为就宣称他们的种族歧视比起台湾来的严重。美国很多大城市治安差是事实，枪支合法也造成许多问题。但当发生美国黑人被枪击的时候，我觉得更应该讨论是枪支合法、暴力以及治安的问题。当然，种族歧视加上治安不好很糟糕，但是并不能因为美国治安比较差，枪支比较泛滥，然后就下定论认为美国的种族歧视比台湾严重。总之，我结论并不是美国没有种族歧视，美国绝对有种族歧视，而且非常分区域，在南方的州可能就非常严重，而在像大城市基本上就感受不太到。但我想表达是，不要认为台湾没有种族歧视，不要因为台湾没有人因为种族歧视被杀、被暴力行为侵犯，就觉得台湾没有种族歧视，台湾好棒棒。很多方面，我觉得台湾的种族歧视表现得更明显，也更少被批判。只是台湾确实比较少实际的暴力行为而已，因为枪支不合法，因为治安比较好，而不是因为我们种族歧视问题比较好。那今天就先这样子咯，有任何问题或是意见的话，都可以在下面留言，我很欢迎理性的讨论。如果喜欢这影片，就给我一个赞吧。如果我觉得讲得好的话，也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哦。然后别忘记订阅。那就先这样子咯，我们下次再见，谢谢你的收看，拜拜。